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暴民说。这期节目的话题是中法开始联合调停俄乌冲突。4月27号，中国开始采取实质性的动作，推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国领导人呢首次与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外交部宣布，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将率团赴乌克兰等国家访问。很多人忽然想到在4月18号就有媒体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实施秘密计划，授权法国外交事务顾问与中方合作，在今年夏天启动和谈，一起结束乌克兰战争。这对于欧洲格局乃至世界政治走向都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呢，法国的立场和举措非常的引人关注。我们可以简单回放一下法国政府对乌克兰问题对中法关系的操作。2022年的11月 G20 峰会上，马克龙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并且表示希望能够访华。2023年的4月3号，马克龙宣布即将访问中国。2023年的4月5号，马克龙正式启程访华。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呢，主动的要求同行。2023年的4月7号，中法领导人抛开冯德莱恩，在广州直接会面。在回国途中马克龙接受了媒体的联合采访，表示欧洲不应当做美国的附庸，引起舆论的强烈的反响。4月21号，中国驻法国大使娄沙野接受法国 LCI 电视台的直播专访，对波罗的海三国克里米亚政治地位发表意见，引发欧洲舆论的震动，甚至有80名欧洲议会的议员要求驱逐娄大使。马克龙却仅仅是轻描淡写的表示，任何国家的边界都不可侵犯。我认为一个外交官呢，不应该说出这种话。很显然，法国与中国在和平解决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和协调的行动，并且已经进入了实质性操作的阶段。立刻停止乌克兰战争，用和谈解决问题，对中法有着共同的利益。法国需要重新获得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和市场采购，来解决困境中的法国经济。中国需要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大型贸易伙伴能够恢复和平，稳定中国的能源、粮食的进口。另外呢，乌克兰战争伤害了整个欧洲，早日停战，恢复欧洲的正常经济生活，对中法都是重大的战略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法联手推动乌克兰和平进程，是符合两国人民以及欧洲人民利益的。但我们在西方媒体上听到的却并非如此。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搜索，凡是用英文出版的新闻，对于马克龙的举措都没有什么正面评价，其中英国媒体的措辞是最为卑劣。4月12号，英国《独立报》把空前失败的前女首相特拉斯请了出来，他批评中法乌克兰和平方案是虚弱的，是西方对独裁政权的迁就和绥靖。英国《每日电讯报》甚至组织英国政客直接辱骂马克龙。英国前保守党领袖史密斯指责马克龙是草丛中的蛇。对于中法合作推动和平进程，这份报纸说目前没有看到中国采取措施制止俄罗斯的侵略。很多时候我们对英美主流媒体的报道应该反着听，他们鼓吹和歌颂的，我们往往必须反对；他们质疑和咒骂的，恰恰是我们要坚决推行的。法国和昂萨民族打了几百年的交道，吃了不少亏，对他们的行为模式也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既然美国和英国积极推动乌克兰战争，那么其他的国家就一定要设法谋求和平。英语媒体的辱骂和攻击，只能说明中法和平方案是完全正确的，正好打在了美英集团的七寸上。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值得关注，外电报道说马克龙的乌克兰计划是秘密的。中法外交使团的行踪呢，没有什么保密可言了，能够保密的恐怕只能是和平方案的具体内容。中法具体制定什么方案，能够说服作为美国代理人的泽连斯基坐到谈判桌前，这是一件很让人期待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等到方案变成现实，无论美国还是英国的统治集团，脸色都一定不会好看。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